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卫。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，在冲绳办了一场海岛教堂式婚礼哦。画面中是在南方海滩酒店的 LaVey Factory， 也是负责我们婚礼策划以及拍摄的公司。我们是在一场台湾举办的冲绳婚礼介绍会上认识他们的，其中一位与我们接洽的是台湾人，他也协助我们整个过程的翻译沟通，所以全程没遇到什么语言问题。就是这个了，决定了。好，贵州鹤啊！教堂所在的南方海滩酒店，简单舒适，可以看海，交通又方便，很适合亲朋好友前一天就住在这里。房间价格也合理，早餐buffet不错。虽然设施不算多，但游泳池很漂亮。从机场有公车直达，半个小时就到了。如果租车或叫 Uber 的话会更快。婚礼开始前的3个小时开始梳妆。这个捧花是定做的鲜花球，超级漂亮，包含在方案里面咯。新郎胸花则是用新娘捧花的边角料做的，很环保的概念。我们遇到的新娘秘书会讲中文，不得不说处理妆发的速度超快，妆发风格跟台湾还有韩国也不太一样，还帮我们把自带的婚纱调整得更合身，真的很赞耶。我觉得好好看哦，真的很好看。不行，我等一下会洗掉这个记忆，等一下进场才是第一次看，我现在已经忘记了。好好看。妆发衣服弄好以后，突然出现了好几位摄影师，有拍照的，有录影的，出估至少3个人以上。化妆间变得好热闹。趁着宾客还没到，先带我们到教堂拍照，还有熟悉整个仪式流程。毕竟教堂婚礼我们之前也没参加过。在婚礼前，其实我们已经开过好几次的线上会议，想要呈现哪一些画面在婚礼中，但实际执行真的很紧张，好多东西要背下来，因为司仪是讲日语的，我们完全听不懂啊。为什么它一直照天上啊？我不用。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躲在右边的小房间，都可以偷偷的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，也听得到大家在讲话的声音哦。这一段完美诠释了什么叫紧张到忘记怎么走路啊！主办方有个贴心的小天使，他不是新秘，比较类似这场婚礼策划的角色啊，应该就是说我们婚礼的 PM 吧。因为我们听不懂司仪在说什么，他会一直打手势告诉我们要干嘛，还有接下来要进行哪些环节。其实我一直在偷瞄他那边的手势是什么。縁は永遠の象徴です。お二人の未来が永遠の幸福に続くようにと指輪の交換のセレモニーは生まれました。それでは初めに新郎から新婦へ。しっかりとご披露ください。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司会のウェディングキスをどうぞ。听一下，听一下，听一下。期待可能几个月后会有一些
往他脸上丢。那你用力抓一把，大合照环节，他们超注重美感的，情绪价值给好给满。去年的D案在这里，有需要都可以参考哦。教堂拍摄结束后，有一个沙滩拍摄的环节，先有一小段时间的新人单独拍摄，这里拍出来的照片超级美的，等于是结婚附赠海滩婚纱照的概念啊。但一堆宾客看着我们拍照，实在是有点害羞，而且我们的动作好僵硬啊。一回头看到亲朋好友自己在海边拍照，就有一种好欣慰的感觉哦。结束后就集合来拍沙滩大合照啦。看不到，旋转。这边要感谢我弟跟高中同学2位超尽责的摄影大哥。其实我很讶异，我们这方案会出动这么多的工作人员，搞得我们好像是国际巨星一样。我真的好喜欢他们沙滩拍摄的服务，我们有自备泡泡枪跟气球，他们都很积极帮我们在想拍摄效果，还有怎么拍很好看，或是帮我们喷泡泡枪，或是亲自示范适合做 MV 的拍摄动作。有一幕我没有拍到，很可惜，就是我们结束换回自己服装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所有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跟我们挥手道别，真的好感人哦。整个婚礼更像是很开心的玩了一天，不会很累，又有满满的情绪价值。晚宴我们安排在国际通的饭店顶楼，原本是 lunch bar 的地方。我们的包场方案提供了很精致的 buffet， 像是炉烤牛排、鲜虾、生蚝、无限酒水，算起来还是略贵于台湾一桌的桌钱，但环境跟氛围超赞的。还提供麦克风给我们办活动。在日本，正式的婚宴叫做披露宴，只有披露宴才能穿婚纱或正式服装。如果以披露宴来找场地的话，价格会非常的昂贵，所以我们以2次会的方式来寻找场地。2次会就是类似婚礼后的派对，比较轻松 chill 的氛围，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放松交流，也让新人可以跟这些难得一聚的亲朋好友好好聊天互动哦，一起欢度美好的夜晚。这次与大家分享我们的冲绳海外婚礼，办海外婚礼是个不错的选择，费用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，也没有想象中的困难。难就难在怎么把亲戚朋友都骗出国啊！相信真的能被骗出国的家人朋友，也是最要好的那一群吧。能够与大家共度这些美好的时光，然后留下这一部影片记录，真的发自内心的感到幸福。好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是旅行工程师不写扣，目前还在享受新婚的甜蜜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